高血压通常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，对健康有很大影响，所以一定要多注意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。那想要血压稳定，下面3件事要尽量做好。晨起少吸烟，香烟中含有大量的尼古丁，能够刺激中枢神经和交感神经。如果早起抽烟，不仅会损伤肺部，也容易导致血压升高，所以早上最好不要吸烟。晨起少用力排便，很多中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，时常会出现便秘的情况，这样早起排便时就容易太过的用力，这样很容易造成大脑充血，使血压升高，对有高血压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好的。睡前多抬脚，血压高的人可以睡前呢先泡泡脚，然后躺在床上，双手放在肚脐上，抬起双腿，大腿和小腿垂直，这样坚持5到10分钟。这样抬腿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，放松身心，不仅可以宁心降压，对改善睡眠质量也有帮助。那建议大家呢，还可以常喝冬瓜荷叶茶。对，生活中相信很多人都忽略了肚脐，其实肚脐是健康的晴雨表，我们可以通过按压肚脐来判断五脏的健康与否。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如果按压肚脐的左边出现压痛感，那么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；若按压右边有压痛感，说明肺部出现了问题；若是按压上边有压痛感，就可能是经常上火、心情郁闷导致的；若按压下边有疼痛感，那么就可能和肾虚有关。那如果是脾脏出现问题，按压肚脐中心的时候也会出现明显的压痛感，所以大家可以自测一下，按压一下自己的肚脐周围，来看看自己身体是不是健康。下面呢教大家2招，可以帮助调理五脏，延年益寿。将2手掌放在肚脐旁边的2肋处，然后从上到下的推向小腹。因为2肋是肝气容易郁结的地方，所以这样按摩可以帮助疏肝理气，养护肝脏，预防上火症状发生。双手重叠放在肚脐上，然后以肚脐为中心做顺时针的按揉。经常这样按揉肚脐，能够刺激到神经，帮助身体排毒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。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很多人养成了不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，导致身材走样，尤其是肚子越来越大，腰上赘肉越来越多。那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助减掉烦人的赘肉呢？在我们的肚子上有个刮油穴，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按一按，对瘦肚子、瘦腰有很大帮助。这个穴位就是关元穴，关元穴是我们身上很重要的一个穴位。关元穴是小肠的募穴，在我们肚脐下3寸，也就是4个手指宽的位置。按摩时，我们可以用大拇指有节奏、缓慢的按揉，速度先慢后快，这样循序渐进的按摩5到10分钟，每天最好按摩2到3次。对关元穴进行刺激，可以让食物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缩短，帮助促进人体对脂肪的消耗和利用，对减肥瘦身有很好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按摩关元穴还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提高肠道的消化和吸收，帮助排出宿便，预防便秘。每天坚持按一按，对腹部脂肪过多的人有很大帮助，大家不妨试一试。那除此之外，大家在减肥期间还应该多注意少油少盐，不要节食，合理安排自己的1日3餐，多进行运动，这样对减肥有很。看着自己的腰围越来越大，肚子上的赘肉越来越多，是不是很烦恼呢？如果你不想去健身房天天跑步机，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。这个动作呢非常的简单，平躺在床上或者是垫子上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双手抱住头部，将头部抬起来，然后再抬起双腿，让双腿轮流的做蹬自行车的动作，这样一弯一直的反复做，20次，回到原位再做，这样每天睡前反复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充分的锻炼腰腹部肌肉，有很好的燃脂作用。坚持练习，肚子的赘肉呢也会远离你。那这个动作呀，躺着就能做，非常适合懒人瘦肚子。如果你也有肚子大的烦恼，不妨坚持练一练吧。相信坚持就会看。肉是生活中经常会吃到的，但是呢，很多人在炖肉的时候会发现上面有一层白色的泡沫。如果泡沫太多，通常情况下都会将它撇掉。那出现的泡沫到底是肉的精华还是脏东西呢？需不需要撇掉呢？
如果在炖肉的时候出现泡沫，刚开始是白色的，时间长了就慢慢的发黑，那么这样的泡沫就可能是肉中的一些脏东西，最好将它们撇出来。但如果炖肉时出现的白色泡沫没有变黑，那么就是肉里面的精华了，这里面含有了非常多的营养。建议大家不要将它撇掉，对身体是有一定好处的。所以大家在炖肉的时候，如果第一次飘出来的泡沫里面有杂质，那么就将它们撇掉。等到后来再出现白色浮沫，就是肉里面的精华了，不要再撇掉了。不知道你在炖肉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？由于现在人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再加上不好的生活习惯，导致肾脏出现问题，这也是男性都担心的。那该如何养肾呢？中医认为肾开窍于耳，耳朵是养肾的开关。如果经常对耳朵进行按摩，对养护肾脏有很大帮助。一、伸出我们的双手，用食指和拇指捏住耳屏，然后用食指和拇指由内向外的提拉耳屏和耳垂，注意力度由轻到重，只要不感觉到疼痛就行，这样提拉3到5分钟就可以。二、也是用食指和拇指捏住耳垂，先搓摩耳垂，直到发红发热为止，然后再捏住耳垂往下拉，拉到一定程度，松开手，让耳垂自然的弹回，这样反复做20次。用上面2个方法按摩耳朵，可以促进耳朵血液循环，有健肾壮腰、补充肾气的作用。只要持之以恒的按摩，对肾脏健康。耳鸣，耳朵里总是有嗡嗡的响声，这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。那今天教大家2个小动作，对击退耳鸣有帮助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一下。动作1，先将双手对搓搓热，然后用掌心捂住耳朵，让手掌和耳朵完全的封闭，按压之后再迅速的离开，这样反复做30到50次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耳部的血液循环，对缓解耳鸣有很好的作用。动作2也是用2手手掌按住耳朵，然后将拇指放在脑后，其余4个手指轮流的敲打后脑勺，这样做2到3分钟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刺激末梢神经，对缓解耳鸣也有很好的作用。那这2个小动作简单方便，老年人呢可以每天这样按摩，对保护耳朵有帮助。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对寿命是有很大影响的，尤其呢是饭后。饭后是养生的黄金期，若能够做对这3件事，长寿或许不请自来。饭后走一走，俗话说饭后100步走，活到99。吃完饭半小时后出去散散步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提高消化功能，对肠胃健康有利。而且饭后散步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起到降血糖的效果，对延长寿命有帮助。饭后漱口，养成饭后漱口的习惯，可以帮助预防口腔疾病，减少口腔异味，起到保护牙齿的作用，让你吃嘛嘛香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饭后按摩腹部，吃完饭后可以用双手顺时针的按摩腹部，按摩腹部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食物消化和吸收，对保养肠胃有帮助，能够起到养生防病的作用，有利于人长寿。水果是很多人喜欢吃的，水果营养丰富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但是有的人会有疑问，水果在饭前吃好还是饭后吃好呢？对于很多减肥的人来说，喜欢呢在饭前空腹吃水果，而且吃完水果就不用再吃饭了，这样对肠胃健康是很不利的，而且也不是什么水果都能空腹吃，比如柠檬、柿子、橘子等。如果空腹吃这些水果，很容易刺激胃黏膜，使人出现泛酸、胃痛的情况。除了酸性水果不能吃，含糖分高的水果也不宜吃，不然这些糖分吃进身体里，很快就会转化为葡萄糖，很容易使人发胖。既然饭前吃水果不好，那我就饭后吃吧。饭后立马吃水果也会给肠胃造成伤害，还容易使人出现胃胀气、便秘等情况，也会加重胃的消化负担，所以大家也不要饭后吃水果。那正确的吃水果时间应该是在饭前1小时或者饭后2小时，而且最好在上午吃。人越来越不愿意运动了，久而久之就导致心肺功能不好，再加上抽烟、空气污染等因素，很多人肺部都处于不健康的状态。肺不好的人通常会有3个变化，大家可以对照看一下。变化1，早上起床频繁咳嗽。
很多人早上起床后会有频繁咳嗽的问题，尤其是长期吸烟的人，出现这种情况就要考虑可能是肺部受损了。除了早上，晚上睡觉时也会不断咳嗽，这时需要尽早检查。变化二，手臂酸痛。如果干活比较多，手臂可能会出现酸痛的情况，那这种情况休息一下就会缓解。但如果不是手臂无缘无故的出现酸痛，这也可能是肺部受损的信号，尤其是晚上睡觉时，疼痛会特别明显。变化三，皮肤干燥。中医认为肺主皮毛，如果肺部出现问题，那么皮肤可能会变得干燥、暗淡、没有光泽，同时还可能会有鼻子出气不顺畅的情况。若你有这种情况，也要提高警惕。那肺不好的人要多注意调养，平时注意少熬夜、少抽烟，多吃一些清肺润肺的食物，比如百合、金花等。还有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对肺部都有保护作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木子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